在埃及的店铺门口和上饭的小推车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大水桶。大家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这期视频我们将离开景区，去开罗的街头逛逛，看看当地人的真实生活。在离开金字塔去市中心的路上，我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市里有很多房子是没有封顶的，也没有刷白立面，但里面又确实住着人。后来经过当地朋友了解，这是因为当地政府会对已完成的房产征收高额的房产税，但建造中的不收取，所以这些房子就保持着建造中的样子来避税。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方便继续加盖，有的自建房里住的是一整个家族，有成员新结婚的时候就在上面新盖一层。所以说不论在哪，劳动人民的智慧都是无穷的。我在市区住在了市中心解放广场边上的一个小酒店，建筑外面看着是很不错的，但是里面的电梯着实让我有点心慌。我是第一次见这样子的电梯，真的很原始，在国内好像都找不到这样子的电梯。一次只能坐3个人，然后它有一个启动呢，有一个条件，先要把外面门关上，把这个卡好，然后把里面的2个门关上，然后这个电梯才能启动。然后你走之前呢，还得把这个门关好，不关好的话，这个电梯它运行不了。非常奇特的这种坐电梯的体验啊！这边的很多楼都是这样子的电梯，因为开罗这边嘛，这个楼建的比较早了，所以它也就只能这样了。今天我们将沿着这条路从市中心商业区走到开罗最大的杂货市场哈利利市场。一出门，首先就能感受到的是开罗市混乱的交通。和印度人多路窄的水泄不通还不一样，这里堵车更多的是因为没有秩序。道路是宽阔的，但是红绿灯都废弃了，车流行人就看谁的脚快了。我一开始是跟着一群人一起过，后来也不得不一个人冲了，见缝插针。市中心商业区是在英国统治时期就开始建设的了，所以这里保留了欧洲的建筑风格。这个商业区有很多店铺，街边也有很多摆摊的，但似乎并没有城管驱赶他们，从半上午开始一直摆到晚上。路过一家店，这些娃娃有点恐怖啊。给大家安利一个埃及逛街必喝饮料——鲜榨果汁，完全没有科技。我最爱的就是这个甜瓜奶昔。大家先弹幕猜一下，一整个哈密瓜做的奶昔得多少钱人民币 ？Ice， yeah ice。鲜榨的这个哈密瓜奶昔，一整个小哈密瓜才4块钱人民币，还加奶的，浓浓的哈密瓜味儿，特别棒，特别绵密。埃及路边有很多这样的果汁摊，有橙汁、甘蔗汁、石榴汁、西瓜汁等，完全不加水的鲜榨，基本上都是2到4块钱一杯，或者花5块钱买这样一大瓶带回酒店冰起来慢慢喝。我在埃及就是天天炫果汁。下面就不得不说一下埃及感人的物价了。虽然这里和斯里兰卡一样都国家破产了，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但好在埃及靠着尼罗河，物产比较丰富，自己也有很多食品工厂，所以食品的价格也很便宜。400毫升的这个可乐只要6埃镑，然后这种气泡水这个很好喝，这是果汁味的气泡水，就是6.7埃镑，相当于是1块5、1块5、1块6左右人民币。这种100%的果汁，比如菠萝、石榴这些葡萄都是31，差不多就是6、7块钱的样子，6、7块钱人民币1升，这个是要比国内基本上便宜1半的。1升的纯牛奶
也是要大概6、7块钱。这个滴露400毫升的洗手液，打完8折之后是8块钱。这边日化和电子等工业产品就和国内是一个价了。再来看看吃的，这是我在埃及街头最喜欢吃的烤肉，叫沙威玛，配上洋葱、青椒、腌黄瓜，再加上蒜味的酸奶酱，这么多牛肉的卷饼只要45埃镑，相当于9块钱人民币，味道超级棒，大家来了一定不要错过。所以在埃及吃好喝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油价，95号汽油约2元每升，所以这边打车才能1公里1块钱，便宜吗？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开罗最大的一个市场，它呢这里叫哈利利市场。除了卖一些YouTube channel？ No， 这他们这边人非常热情啊，就是一路走来都在打招呼。这里相当于是当地的一个杂货市场，什么东西都卖，吃的、穿的、用的，全都在卖。然后非常的大，这个市场它虽然地图上标的是中心一块，但是你一路过来，沿街全是在卖各种东西的，感觉可能有一大半或者60%、70%都是 Made in China 的，就是很多小东西。Hello. What? No, thank you. No. 我是怕他要小费啊，就没敢拍。好在他只是单纯的想合影。我现在都被金字塔景区搞出合影 PTSD 了。路边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摊，这应该是一种豆子，然后一小杯，加上点柠檬汁。5埃镑，这是正常价格啊。我也不知道这个豆子是什么，尝一尝。这个豆子应该本身是用盐水煮的，然后吃起来稍微有点腥味，再加上它那个酸的柠檬汁，味道有点奇怪，就是不是特别好吃。口感呢是比较有嚼劲的那种，感觉煮的半生不熟的那种豆子。当小零食还行，但是味道真的不咋地，不推荐这个。这里就是哈利利市场，也是很多游客会来买旅游纪念品的地方。如果要买，记得砍价，淘宝的价格是底线，砍到心仪的价格就行。这附近的餐馆呢，价格普遍都偏高，所以就不建议在这附近吃饭了。Hello. Hi. It's tattoo? Tattoo. Tattoo. Henna tattoo. Henna tattoo. Henna tattoo. Like henna. No, thank you. Or like. 从哈利利市场向北出来，就到了当地一个清真寺，就是像城堡一样，挺大的。6点的清真寺已经开始响起了诵经的那个声音，当地人就会在这做礼拜。
埃及绝大多数人都是逊尼派穆斯林，每天要进行5次祷告，分别是晨礼、赏礼、乌礼、婚礼和宵礼。祷告时间是根据每天太阳运行轨迹而确定的，都会有一些变化。如果可以，穆斯林会尽量去清真寺做礼拜；如果没时间去，他们就会在地上铺一个小毯子，面向麦加做祷告。一般周5中午的祷告是大家都会去尽量参加的，届时每个清真寺都会坐满前来祷告的人。在埃及街头，我发现很多店铺门口，甚至是原本就不大的小推车上，都会放这么一个大水桶。很多当地人会直接去喝水，喝完即走，也不付钱。后来，埃及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这是他们穆斯林的一种习俗，施舍，即衣食无忧的人要帮助有需要的人。以前水在干旱的埃及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很多商户便会提供简单但是又非常必要的水来帮助烈日下口渴的人。这种习俗也一直保持至今，很多当地人都会来喝。卫生问题我们先不做讨论，毕竟我们不是喝这个水的人。单看这种全民能够达成一致帮助他人的习俗，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值得称赞。每个地方都是有自己优良传统的，有好人也有坏人。如果只听网上的只言片语，以偏概全，那只会让我们自己戴上越来越重的有色眼镜。只有去掉有色眼镜，才能在旅途中看到每个地方丰富多彩的文化。以上就是今天的开罗 City Walk， 大家觉得开罗怎么样？没有了景区的各种套路之后，是不是好了很多呢？其实这次带大家来看的只是开罗的老城区，在旧城区的东部还有个新开罗，所有的道路建筑全部焕然一新，都是现代化的建筑，一眼看上去和国内的新城区没有任何区别，而且红绿灯也正常使用了。但是呢，新开罗人比较少，略显冷清，除了商场购物，没有其他娱乐项目了，所以时间不充裕的小伙伴就不用来这里了。下一期我们去一个比较极端的地方，开罗最大的贫民窟垃圾城，在那里隐藏着埃及最大最壮观的基督教堂洞穴教堂。我是小飞扬，一个分享路上真实见闻的旅行者，点个关注，我们下一期旅行继续。